大家好呀，欢迎来到本泰克频道，我是哼哼，我是哈哈。我们是一个热爱生活与技术的搭档组合。哼哼会不定期给大家带来实用的技术经验和新知识，而且我们两个人呢也会不时分享一些有趣且实用的生活体验。这期我们将会给大家分享不婚少女到催婚知心姐姐的一个转变。哦，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话题呢？就是最近我感觉大家会有一些困惑，就是到底是要单身呢还是要结婚呢？好，那我们现在就首先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不婚主义少女啊，这个有什么原因呢？我就是那个从不婚少女到催婚知心姐姐转变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你应该是作为一个不婚主义少女，那个10年前啊，你可能是一个不婚主义少女啊。那时候你作为一个不婚主义少女有什么原因呢？主要的原因，我个人觉得我自己的个人原因就是家庭和家族的氛围嘛，就是从小重男轻女，让我觉得我对家庭和婚姻比较的反感，而且我看到家族中的包括我的母亲啊，什么其他的女性啊，就是为家庭付出一切，但是不被重视，而且就是家里的女孩子啊，也就是像我啊什么的，都会感觉从小被打压，被什么的，所以就觉得非常的不喜欢，然后所以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叛逆的心理，会就是不想听从父母的那种结婚生子的这种观念啊，就是会本能的去排斥这种嘛，因为从小在这种环境之下嘛，所以就会觉得我更加的我本能的反抗婚姻和制度，我也其实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很表面的这种理由，就是对这样吧。对，然后还有一个理由，当然是慢慢长大之后，我就会感受到我的对婚姻的一个质疑和担忧，就是说，看到亲友啊、同龄人啊，就是一些已经结婚的人啊，就是离婚了呀，还有包括新闻报道上说的呀，家暴啊什么的，然后我就会不喜欢这个婚姻，觉得它存在非常的不公平，对女性是一种压制。是不是叫什么？这就是什么短视频看多了，上面都是什么婆婆呀、什么这那的，还有什么男生出轨啊，是不是这什么东西洗脑了？是不是？对，渣男，然后就很渣害怕，男是不是？很害怕遇到就是渣男，谁想就是让自己过得不幸福呢？是不是？而且还要进入婚姻和亲密关系，还要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包括你的身心，还有你的经济，都是一种付出啊，所以就完全拒绝吧，从源头上切断。这算是社会文化和媒体的影响。是的，可能小说里面也会有这种东西、这种情节桥段。是的，就是我们会在媒体上看到，就是从小会觉得不婚更加快乐，更加自由，更加幸福，活得更长久。这样吗？是的，当然还有我个人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有非常喜欢的学业和我的事业要追求，所以我不想投入到一些没有就是未知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而且是需要在别人身上去实现的这种事情，婚姻上来实现我的价值。我更愿意投入到自己的个人的事业、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我不想牺牲那个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对，就什么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还最后到博士是吧？一直在实现自我。对，然后就不想结婚。那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社会原因啊？我觉得社会原因里面可能就是有几个方面嘛。首先我们在青少年期间啊，对吧？我们在学校，我们高中生谈恋爱，我靠，那不得把家长打爆了，现在被老师给知道啊，老师知道这给家长打电话啊，去学校还有非常严肃的事情，对吧？而且也不允许什么男女生坐太近啊，对吧？这个就是会禁止两性的接触啊。这东西不光是在就是高中生的课堂，我觉得高中生这么弄啊，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道理的。但是其实到了大学啊，对吧？你学校这个男女宿舍分宿舍啊，其实也是一种这种男女对立的一种表现啊。因为毕竟在国外我们都是混住的，对吧？在国内的时候一回去感觉就是还是比较压抑，对吧？感觉就是男生进女生宿舍感觉都好奇怪啊，对吧？还得挂个狗牌子。就是说，学校和家长啊、老师啊什么的都会禁止你早恋嘛，或者说禁止你过早的接触两性的一个关系啊，和对异性的一个探索嘛，就是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说就是早恋的神，就是他没有所谓早跟晚之说，就是这是国内可能就是说就可能会有个突然的角色转变，对吧？这个就是可能一毕业，比如本科毕业不继续读研究生了，觉得可能刚工作，甚至还没工作，开始就是你现在就是一个就应该结婚了。然后如果是研究生读完之后刚工作之后，那可能就更急迫，对吧？就是你必须得立刻结婚，对吧？然后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
因为大家一直在处于这种进步的环境中嘛，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对吧？你感觉就会导致情感能力的缺失啊，你觉得是不是？我觉得是，就是你一个东西被长期压抑久了之后，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或者说它的需求，所以说，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不重要的，你也会默认嘛。但是你可能就是像我突然要去讨论到结婚啊什么的，其实一开始也是比较排斥的心理嘛。其实我以为是我天然的这个心理，但有可能是受了社会观念的嘛影响，所以才会有对婚姻啊、亲密关系这么排斥嘛。哦，这样呀。对。那我们这个亲密关系的能力应该是如何去培养呢？就是说，我为什么是一个不婚主张不婚的少女嘛？所以就是有个人的原因，也有说社会的风俗习惯、文化的观念的影响嘛，就是让我就是会不想结婚。还有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情感能力是被压抑的，所以我可能也不会想要去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哦，这样呀。还有据说就说，说在一些传统社会中，一些女性是被物化的，或者说就是它是被一种资源管控起来的吧，就是说会以保护女性的名义，就是规范女性，要求贞洁啊、纯洁啊什么的，然后是吧？对，甚至还有所谓的割礼啊，那个最可怕了。所以说就感觉性是一个对女性来说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个不可触及的东西，哪怕是现在可能在传统的社会中还是会这样的，或者说女性她其实会受到这种观念的一个规训。可能就是虽然表面上有很多自由开放的观念，但实际上可能她内心世界还是女性还是会对这个性还是会比较的排斥，或者说被压抑的嘛。或者是不了解，对，是因不了解。为因为一直被禁锢在那，完全不知道。对，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是一个主张不婚的少女的一个社会原因吧，可能。这样呀。对。OK，然后那我们就是从长期单身啊到这个婚姻状态，这个关键的转变是如何开始的呢？就是那你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那你作为一个单身男性，那你会一开始就觉得要结婚吗？还是说你也会主张不婚没有，我们首先男生没有这么多想法，就是首先要找个女朋友啊？然后呢？因为女生很漂亮，为什么女生但是追不到，然后所以要一直追，追到手了就可以考虑结婚。结婚的话要考虑有没有物质条件，有物质条件就赶紧结婚。这样吗？对。所以你是属于这类男生。那有没有男生会觉得说老子就要单身？不多吧。不多，非常少，部分人。所以男生还是一开始都会对婚姻比较憧憬，是吧？不对，婚姻没有憧憬，对异性非常有憧憬。好吧，就可能基本上没有太考虑过单身，单身基本上都是现实原因导致的。哦，爱矬穷。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我从长期单身状态到婚姻状态的一个关键转变的几个方面吧，就是理由吧。首先就是不说外部的原因，那肯定就是到了一定年纪，肯定所有人可能青年男女都会有就是来自家人朋友啊以及社会的催婚的这种压力，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最主要的，对我来说至少不是一个进入婚姻状态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而是说我自身的一个长期单身的一个内心状态和自然需求的一个觉醒。怎么说呢？就是说我身边的朋友啊、同学，他们其实都逐渐的进入婚姻，这时候我就会就是跟原来的一个社群生活或者说学校集体生活不一样嘛，我就会需要就是有更多的独处时间，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我就更自由了。这样的时候，我自由的同时，但其实我也是会感到空虚和孤独的。这个时候，我就会对自己的感受有更深刻的觉察和体悟嘛。在这个时候，在孤独中，我就会发现我会有更多的以前没有发觉的那种社交需求吧。但是在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我从高中、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集体生活嘛，没有那种孤独感，也没有那么多独处的时间。对。然后，但进入到研究生、博士阶段，那你就会
有更多的独处时间，那你的社交圈也在缩小，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来忙，都是不可能就是时刻有人陪你啊，陪你吃饭呀，陪你玩啊什么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有更深层，你就会更渴望有深层次的交流。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学姐说的，他说觉得他觉得在博士之前的阶段，他可以找不同的同学啊、朋友啊，然后什么的去聊不同的东西，然后从朋友那里一起陪你吃啊、喝啊、玩乐，就是旅行，都是有不同的人，这样你其实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但是，一到这个阶段，大家都结婚了，或者说成家，或者说忙于自己的事业，那就没有那么多人陪你玩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想需要一个能够深入交流的人。就基本上就是老公或者老婆了，对，或者至少是亲密关系啊。对，闺蜜也算浅亲密关系中的一种。但是你不觉得你没有听过一个词叫什么塑料姐妹花？这样吧，确实，就是你的就是什么姐妹之间，还有就是什么那个叫什么？你刚刚说的那个闺蜜，其实人家闺蜜也有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可能闺蜜也会找到对象，找到对象不跟你玩了。对呀。OK 那就是这种自然需求的自我觉醒啊，你觉得有什么？自然觉醒啊，就是怎么说呢？哲学家不是说性和生育都是人的自然天性嘛，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的自然和需求嘛？哪个哲学家说的？卢梭、柏拉图他们都有说过嘛。这是就是还有我们自身也能感受到嘛，就是都是你的这个需求嘛。只不过因为我们长期刚刚也说到了，就是被压抑，所以就是很难被发掘。你需要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所以大家也不读书是吧？读书也不会读柏拉图跟卢梭。那也不一定嘛，反正就是你读了之后也不一定能理解，就是吧？你读了之后你理解了吗？我觉得我是从这些哲学家中也有理解，但是那是一种快乐嘛，一种最基本的生理快乐和你的生理冲动嘛，最原始的这种冲动是肯定每个人都有嘛，只不过当然有的人是对象不一样，是不是？然后但是你需要觉察到嘛，因为你在社会的塑造中你是被压抑的，或者说被长期忽视的，所以说你还是需要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去觉醒。当然还有一个转变就是你觉醒了之后呢，当然是要有一个爱情的基础嘛，你要有一个合适的对象，然后当你有这些之后，然后你会有一个感情基础，然后逐渐的你才会知道发现其实我可以结婚了，所以我就转变到了一个结婚的状态嘛。结婚还是一个还有很多外部条件，从男人角度来说，对吧？基本上就是对吧？实力所谓的实力基本上就是虽然国内说的有点土，对吧？像什么买房买车子，对吧？但是其实车子是不好说，但是住所，对吧？房子不一定得买，但是你得有固定的住所，但是固定住所的基础上，是吧？你得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觉得西方社会基本上已经很均衡化了，对吧？只要你有一份不错的学历，甚至没有不错的学历，但是你有一份核心的技术，对吧？你能吃上一口比较稳定的饭，对吧？就是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你就可以这样就考虑所谓的，如果是感情需求已经比较成熟的情况下，就可以考虑现实的考虑结婚。结婚应该是一种社会现实，就是一种理想状态比较成熟走向社会的一个标志性表现。所以你刚刚说自然需求，哪个哲学家说到其实比较推荐就是柏拉图的慧影什么的，他有讨论到人的不同层次的需求嘛，就会提到这个人的那个自然生理需求而且我也写过一篇论文，就是讨论到就是柏拉图的快乐的问题嘛，就是快乐有不同层次的，有你的生理层次的，你的精神层次的，你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快乐，你就是你都需要去满足，不是说你不所以说你的理性是不是要消灭这个你追求这个生理快乐自然快乐的这个需求，而是说你要在理性的指导下综合的去满足你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需求，让它形成一个有序的一个整体的和谐，而不是说消灭欲望和消灭自然需求，是吧？是。当然就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就如何找对象，对吧？如何相亲，对吧？这是另外一个复杂问题。相亲只是找对象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你是尽量在年轻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还在年轻的时候多尝试，对吧？你要因为你了解对方之后，如果想真正了解一个人对吧？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时间，其他的东西表象上的东西，什么价值观生活性格其实在刚开始接触如果不合适就不会走到一块去。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了解对方，还是要需要很多的时间。当然你要
知道对吧？这个合适的伴侣啊，不一定的完美对吧？一定是不完美的对吧？只有在不断的在这个时间相处中对吧，才能了解到对方啊，然后在一块去规划未来的生活呀，在人生观念上形成共鸣对吧？这样才能作为一个就是比较健康的伴侣啊。所以说，这也是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长期的交往过程，所以就有了一个进入婚姻状态的一个基础吧，所以也是这个转变的一个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来想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长期被压抑的一个状态到突然你要进入婚姻其实是非常难的，或者说你是非常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所以我就不是说我变成了一个催婚知心姐姐，而是说其实我不是为了催婚而催婚，而是说想和一些长期单身女性有这方面困惑的朋友就是分享一些经验嘛，因为我觉得婚姻的生活还是挺让人成长的，就是可以来分享一下。你首先有什么样的要分享吗？对吧？虽然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对吧，可能会剥夺双方的一点自由对吧，或者会牺牲一点事业对吧，但是呢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对吧，也有可能这个东西就是它是相对的对吧，你也可能虽然你可能失去了一种自由，但是可能获得其他的自由，虽然你可能牺牲了一部分这方面的事业，但是你可能会促成新的事业对吧。如果双方都能在这个需求中现实中找到这个平衡啊，这个婚姻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合作联盟。当然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就是说志同道合一起做的事情，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得更大对吧，你可以督促对方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但你也会让对方去规避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对吧。比如说呢？少打游戏。对啊，就是比如说你深夜熬夜的时候，我就会提醒你说早点睡啊，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我也会让你关注一下自己的身心健康呀，然后或者说当然就是我生病的时候，或者说我就是生理痛经的时候，你也会就是给我各种呵护啊什么的，给我暖宝宝呀，或者说给我做饭哈，做好吃的呀，然后有力气抵抗大姨妈什么之类的，是吧？这就是一个虽然失去了一些自由，但是在这个互相的一个约束中，就是共同成长嘛。还有一个比较重要一点就是说对吧，你像我这么之前就是单身差不多快30年对吧，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对很多对一些东西过敏对吧，而且是我特别爱吃的东西，比如说小龙虾对吧，之前以为自己长的是青春痘，那是叫过敏痘对吧，现在但是一旦到了特定年纪之后呢，会发现自己突然对这些东西的过敏性会更加的严重，会导致就吃到这些东西会有更剧烈的生理反应，自己甚至还没有知觉，但是你的配偶或者是就是你的对象对吧，你在你身边如果在一块亲密生活的话，他可以非常轻易的发现就是你的生活上的或者身体上一些巨大的变化，但是自己其实可能是很不容易去发现的，还甚至是发现一些比较危险的时候对吧，你可能对方也是最先发现这个事情，就是两人在一块生活之后可能会提高两个人的在社会上的生存力生存能力是吧？对，可以多活几年几率对方昏倒了还可以帮他打个救护车，就是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确实它也有这个功能吧。咱打过救护车我帮你打过救护车。对，我就是对。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以后没有机会再分享。是的，就是可以在婚姻中其实是更好，你说的是比较实在的嘛，我可能就是还会感受到另外一点，就是在婚姻中可能因为两个人就是从来没有跟谁如此亲密的生活在一起过，就尤其是在成年之后嘛，所以我就会在双方的生活中更好的就是认识我自己，以及认识对方的一个需求，还有对方的优缺点啊什么的，可能我们俩都是会互相指出啊，或者说去交流沟通去改进，然后其实也能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得到提升嘛。是的。那你觉得还有吗？就是结婚之后还有什么比单身更好的一些？首先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个更明确的生活目标对吧，那单身的时候对吧，就是好吃好喝好玩的对吧，打游戏特别爽男生就这么一些爱好，但是呢你可能就是在这个两人在一块之后呢，可能就会考虑到对吧，两个人可能要为了自己的事业或者兴趣去拓展甚至目的可能会一些挣钱对吧，包括营造更好的这个家庭住所呀对吧，甚至还要考虑到对吧，不久的将来可能要生孩子呀，孩子怎么养呀，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完全对个人来说就一个人来说其实是很陌生的一些话题，因为可能一个人不需要太考虑这些东西，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那个是比较好做到的。但如果两个人甚至3个人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要把它做好之后，其实这个难度会增加特别多。
需要好好的制定一个更好的目标。对，你需要做好你的家庭经济财务规划，以及就是未来的共同目标的制定。所以说可能会更加的让我们的生活目标更加明确嘛。还有就是我自己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婚姻生活也让我体会到了我自己个人情绪的不稳定性，以及就是它的周期性。还有就是我在就是遇到一些工作学业上的压力的时候，我需要就是一些排挤的时候，我觉得对方也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和就是意见的给予者吧，就是能够给我一些很实际的建议和帮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长期单身所没有的一个情感支持和各种各样的支持都是没有的。所以说还是婚姻生活还是可以得到互相的支持。两个臭皮匠还是顶个诸葛亮。是的。这也是有时候对方会给你提供一些更新颖的点子，甚至就是更实际的一些物质上的帮助，对吧？不光是急救，对吧？甚至还就是生活的这些情绪上，包括做饭，对吧？其实一个人做饭，对吧？如果两个人做，对吧？都是做饭，对吧？一个人做就相当于你的效率直接提升了100%，就是因为每天只要一个人做饭就够了。还有就是吃饭也是很重要，如果你一个人吃的话，就感觉比较的索然无味，但是你跟你的伴侣一边吃一边聊，或者说你每天去探索不同的食物，那也非常的开心。两个人可以多加一个菜，对吧？你可以多吃一个菜每顿。所以就很多很实在的一些好处。是，还有就是这个个人的能力与兴趣的互补啊，因为像我俩就是还是非常特别啊，像我就是纯理工男，对吧？学数学的，搞计算机，写代码，程序员。我是纯文科生，所以呢，我有的时候经常需要纯理工生的技术知识。对啊，像我，但是我就是属于那种就很傻逼，对吧？但是就是很直男，对吧？很多东西就什么不会拐弯的这种什么死脑筋，对吧？这时候需要这个哈哈的这个叫什么理论支持啊。还有就是我发现有一点就是男生可能在处理家务家庭关系上，就是包括我们跟父母或者其他亲友的关系上，就是男生会比较不擅长，而且他也常常会采用回避或沉默的方式。但其实有的时候你积累久了，你的家庭矛盾，你的跟亲戚或者说的各种关系，其实你就会处理的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需要去跟伴侣沟通，告诉他这个东西很重要，然后怎么去解决，这些都是你们两个人或者说在婚姻生活中需要面对和成长的点。就是不要觉得什么恶婆婆呀，或者说你什么恶姑子或者什么这些，但其实就是人都是跟人之间都是需要时间去相处和建立一个信任关系的，而且就是你需要去兼顾到的。这也是对我我觉得也是一个成长，尤其是对我学哲学、理解人际关系理解社会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如果说完全不去接触切断它，我觉得那人也得不到成长，是吧？是，后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生育孩子的成长体验，这个目前我们还只是保留观点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小宝宝。但是我们未来肯定是打算要孩子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进入婚姻状态跟生育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不可能说为了不生娃，然后就会让身材更完美，然后但是青春总是会流逝的，就是你有舍就是你要有得就要有舍，就像你要不要进入婚姻生活，你要失去你的一点自由来换得婚姻生活的各种好处。对啊，因为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可能在刚到30岁左右但是我们也发现到这个身体机能不是就是挺快在下降，也不能说缓慢下降，就挺快在下降，对吧？你现在可能只是30岁左右，但是你看我同事他们，对吧？我们有40岁的同事，也有50岁的同事，差异非常大。50岁以上的同事感觉就瞬间就感觉身体最起码在生理机能上就下降了至少一半不止，就是。但是身体机能的下降直接会导致你心理的一个状态，对，会导致心理上的很多问题因为就是很多事情可能力不从心，包括之前不善处理的事情，这时候可能问题会导致集中爆发，这时候可能导致的问题会非常的严重。虽然你在专业特长上非常的厉害，或者说非常的擅长，但是只要一走出那个安全的泡泡，就是会导致你就是遇到就没有办法处理，会变得很狂躁，尤其到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在年轻时候也更好的去预防。如果你有亲密这个伴侣的话，对吧？你就在一块共同的走下来之后，对方会更了解你，在更年轻的时候就帮你去塑造，或者说帮你去培养一些，就纠正一些之前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习惯或者生活方式，包括一些生活观念。这样可能到年纪大了之后呢，
因为人年纪越大越固执，很难改变。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婚姻状态，不管你是结婚还是不结婚，就是都是要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式吧，就是至少你要去思考一下，深入思考一下，不是说一开始就采取排斥婚姻状态，或者说有伴侣的生活方式的这种选择，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人作为人，就是你结婚生育，这也是一种自然需求，我觉得是。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尝试，你只是去受到外部原因，或者说长期以来的一些思想观念的约束，或者说压抑了，没有选择的话，可能会，我觉得会，当你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你会感到遗憾，或者说感到就是错过了很多的事情，因为这也是一种成长嘛。是的。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可以去尝试，因为人生毕竟也不是一场考试，没有那么多成功失败的规定啊，或者说你一定要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啊，而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去做更多的尝试，更多元的尝试，去更为重要的是，我觉得就是勇敢面对自己的内心需求，听从自己的自然需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要理性的去规划自己的人生，在什么阶段，然后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这不是一定的，但是有一些大的方向的东西，就是如果自己发现觉得一些很奇怪的地方，但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可以跟别人多交流一下，不然的话你一直可能走不出来，会导致感觉自己很困惑，觉得自己拥有很多，但其实你可能缺失了那个阶段最重要的东西。对尤其是婚姻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会有一个自然时间阶段嘛，可能你错过了一个自然时间阶段，你就更难找到优质的伴侣，有没有？对，这是可能会会有一些生理上会导致一些问题啊。另外就是可能不同阶段你交往的这个目的性就完全不一样，对吧？年轻的时候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可以更任性一点，对吧？你可以什么分手什么，但是你稍微年纪大成年之后，因为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什么思想道德包袱呀，包括一些叫什么这个，我觉得是你的成本提升。对，你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就是成本提升了，各方面成本吧，情感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各方面成本都有大幅度提升。其实最重要是什么成本？时间成本。对，你说一个人谈3个月，一年只能谈4个，而且你每一次都特别的身心俱疲，可能开启不了下一个，而且也不能保证3个月之后还能找到下一个。所以是在谈恋爱之前，就是需要有一个自身的自我认识和对对方的一个长期考察。像我们俩就是考察了10年，即使考察了10年，但是在一起之后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但是这并不能就是成为我们就是分开的理由，而是说我们要更好的去面对解决这些问题，然后走向一个更好的，双方都是成为更好自己的一个状态。是啊，所以这期节目大概就做到这里啊。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呢，或者有什么问题呢，对吧？希望大家在留言里面给我们去留言，我们每个都会看，然后也会给大家回答，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对，然后我最近也会研究一下就是女性主义，然后去更深入的理解这个话题，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就是学习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一直在学习，但是没有学习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自然需求和我们自己到底是要单身过一辈子呢，还是要跟另外一个人过一辈子呢？一辈子的课题。是的。好，这期节目就做到这里，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拜拜。